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在一座现代化大都市的边缘地带，矗立着一座历史悠久的医院——静安医院。这座医院的建筑有着100年的历史，院区内的每一砖每一瓦似乎都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。它原本是由一位医学先驱所创立，经过几代人的发展和扩建，逐渐成为了这座城市最大的医疗中心之一。然而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医院的老楼已渐渐显露出岁月的痕迹。那栋专门接收重症病人的旧楼，已经成为人们口中谈之色变的地方。医院内部的老员工和患者们无不传说着那栋楼里的种种不解之谜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这座医院不光是生与死的交汇点，更像是一个充满了阴影的地方。在某些病房，传闻中，走进去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迫，那种气氛沉甸甸的，让人透不过气来。尤其是那栋最古老的楼，里头似乎总是弥漫着一股不为人知的阴冷气息，就连最勇敢的工作人员也不敢轻易在深夜单独巡查。故事的主角是林若云，一名刚刚毕业的年轻护士。她刚刚从护理学院毕业，带着满腔的热情和理想，来到这座著名的医院工作。她对医疗事业充满了期待，也对医院里的传闻保持着一种理性的好奇心。在入职时，医院的同事们并没有向她讲太多的恐怖故事，只是微微提醒她要注意医院里一些特殊的病房。林若云从未真正相信那些鬼故事，她认为只要有足够的理性，任何灵异现象都可以用科学解释清楚。于是她将这些传闻抛在脑后，专心投入到工作中。然而随着夜班的到来，她开始体验到一些不寻常的现象。一天夜晚，林若云接到通知，前往遗忘病房进行巡查。那是医院里一个长期空置的病房区域，曾经接纳过一些重症患者，但几乎没有任何病人愿意住进这个病房。老员工告诉他，这间病房的名字遗忘病房并不是随便取的，而是因为那里的病人总是会莫名其妙的消失，或死于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。林若云不以为意，心想这不过是医院内部的一种神秘传说罢了。但当他走进那个病房时，一种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。病房的布置与其他病房没有什么不同，白色的墙壁，整齐的病床，昏黄的灯光。但让他感到不对劲的是，那张病床，它位于病房的最角落，看起来古老且破旧。床单虽然是新的，却不知为何表面布满了细小的皱褶，像是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压迫。他看着那张床，突然感觉到一阵冷意从脚底升起，整个病房似乎都笼罩在一种难以言喻的气氛中，不禁让人怀疑，这张床真的是普通的病床吗？他仔细观察了一下病房里的一切，房间角落的阴影里似乎隐约有些东西在动，但转眼又什么都没有。他心头一震，认为那只是眼花缭乱。疲惫的他开始加快了步伐，继续检查病房。然而当他走到病床旁时，心里却突然涌上一种无法言明的不安。病床上的床单微微晃动，好像有人刚躺过，而床头柜上的几样小物件，一本翻开的书，一瓶水，也好像被轻微的挪动过。林若云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，盯着那张床，思绪混乱。她轻轻掀起床单，床下什么都没有。她不禁笑了笑，也许真的是自己太累了，幻觉。但她还是有些不自在，快步走出了病房，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了几分。这只是她的第一晚夜班，但却是她开始怀疑这座医院的真正面目的时候。从那一刻起，林若云每次经过那个病房，总会情不自禁地回头多看一眼，心里有种难以言说的不安。她开始注意到，医院里的老员工似乎不愿谈论那张病床，而对于那间病房，总是以谁也不愿意去为由推脱。她逐渐开始听到更多关于这间病房的传闻。据说，病床上曾经住过一些病人，他们在病房里死去时，眼中满是惊恐和不解。有的病人死前曾低声喃喃自语，说自己看到了什么东西；有的病人则在死前数小时突然情绪暴躁，像是受到了某种无形的折磨。这些故事虽然听起来像是无聊的传闻，但林若云不得不承认，心底的那份不安逐渐愈发强烈。她不再敢单独走进那个病房，
甚至在巡查时都会不自觉地绕过那间病房。尽管他内心清楚这并非理智的选择，林若云的夜班工作开始变得越来越沉重。他不仅要应对忙碌的病人和繁杂的医疗任务，还要面对越来越多的内心困扰。每晚经过那间遗忘病房时，他总忍不住回头看一眼，目光停留在病房的窗户上。尽管他知道那里不应该有什么异常，有时候他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在空气中弥漫，仿佛病房的门背后藏着某种东西。他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荒唐的事情，但每次巡房的脚步总是不由自主地加快。他的心跳在每次经过那张病床时都会加速，仿佛有人在病房里注视着他。某个深夜，林若云再次接到指派，要去遗忘病房检查一位新入住的病人。病房里似乎弥漫着一种异样的气氛，空旷的走廊回响着他脚步的回声。走到病房门口时，他停了下来，心里涌上一股难以言喻的紧张感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敲响了门。门吱呀一声打开，他轻轻推门走了进去。病房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张病床安静地靠在窗户旁，床头柜上摆着一些病人的个人物品，一本翻开了的书，一瓶水，一张未写完的字条。林若云看了看病床上的病人，他是个中年男性，面色苍白，眼神呆滞，躺在那里似乎已经没有什么生气。他走进病床，心里不禁有些忐忑。病人的呼吸轻微而规律，但他的眼睛空洞的像是盯着某个不存在的地方，神情异常静默。林若云上前检查了几项生命体征，确认病人的病情稳定，但他依旧觉得不对劲，那种诡异的氛围几乎要把整个病房吞噬。突然间，病房的灯光闪烁了几下，仿佛受到了某种无形力量的干扰。林若云眉头一皱，立刻关切地环顾四周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。他有些不安，但并没有停留过久，快速完成了巡视，准备离开病房。正当他转身准备离开时，他的视线再次不由自主地被病床上的物品吸引。那本翻开的书居然被轻轻地翻过了一页，而床头柜上的水瓶几乎是以一种不自然的角度歪斜着，水面荡漾的波纹似乎还未平息。他愣住了，眼皮一跳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不安。他深知没有任何人进出这个病房，那么这些物品是怎么发生变化的呢？他走上前，低头看了看水瓶，发现水瓶的盖子已经松开了，水面微微溢出，滴答滴答地从桌面上落下来。那一刻，林若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丝难以抑制的恐惧，他感觉背后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悄悄靠近，但回头一看，病房里仍然空无一人，只有那张床静静地躺着。他猛地摇了摇头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这不过是长期工作带来的疲惫，或许是他自己的心理暗示在作祟。他用力将瓶盖拧紧，准备离开病房，但就在他迈步向门口走去时，病床旁的空气突然变得凝重，压迫感犹如一块巨石，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。他回过头，看着那张床，心脏剧烈跳动。他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呼吸声，也听到一种低沉的，仿佛从远处传来的叹息声。那声音似乎并不来自病床上的病人，而是从床头柜旁的阴影里传来的。是谁？他低声自语，声音颤抖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试图告诉自己这只是错觉。可是当他回到门口时，他突然发现病床上那本书的页角被翻到了第2页，仿佛被什么东西轻轻触碰过。他脑袋里突然一片空白，心跳加速。我怎么没看到有风？他嘀咕着，猛然转身，一步步朝病床走去。就在他走到病床前的那一瞬间，房间的灯光突然熄灭了，四周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林若云被突如其来的黑暗吓了一跳，他赶紧按下了病房的应急灯开关，然而灯光依然未亮起，周围的一切都陷入了让人几乎窒息的黑暗。就在他心中开始涌现不安时，突然咚，他听到一声轻轻的撞击声，仿佛是某个物体掉落在地面上。他低头一看，床头柜上原本平放着的书突然掉落在地上，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响声。林若云急忙俯身捡起那本书，但就在他触碰到书的一刹那，他的手指猛地一僵，书页翻开，停在了其中一页。
那一页上写着一段奇怪的字句：死者的眼睛会看到死亡，活人无法看见的。林若云的心跳瞬间骤停，她的手指从书页上撤了回去，整个人几乎呆立在原地。这是什么？她喃喃自语。就在她的目光从书页上移开时，她的视线无意间扫过病床上的病人，那张空洞的眼睛突然间睁开了。病人的眼神空洞，充满了绝望和痛苦。林若云的心脏猛地一颤，她瞪大了眼睛，整个人愣在了原地。那眼睛毫无生气，却像是能穿透她的灵魂，仿佛在诉说着什么。你还活着？她的声音几乎在她的喉咙里卡住，但那病人没有回答，他的眼睛缓缓闭上，仿佛从未睁开过。林若云瞬间觉得一阵寒意从心底蔓延，背后仿佛有一股无形的手压迫着他，他的呼吸变得急促，眼前的一切都开始模糊。他想逃，想立刻离开这个病房，但脚下的步伐却像是被什么无形的力量定住了一样，无法移动。他强迫自己深吸一口气，勉强转身走向门口，但他知道那张床背后的故事远比他想象的要恐怖得多。林若云虽然尽力让自己冷静，但那晚在病房里的经历却像一颗种子，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。那张病床和病人那空洞的眼神总是挥之不去，他的每一晚值班都会在无形中感受到某种压迫，仿佛整个医院的空气都在变得愈发沉重，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那种无法言明的恐惧感愈发强烈。然而医院里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放缓，依然需要他履行他的职责。他试图转移注意力，集中精力去处理病人和护理工作，但每次走过遗忘病房，他的目光总会不由自主地停留在那扇病房的门上。每一次他都努力告诉自己，那只不过是传闻，单纯的巧合而已。直到有一天，林若云再次接到了一个通知，要求他去那个病房接诊一位新住进来的重症病人。这次的病人是一个中年男子，名叫李海涛，他因突发心脏病被紧急送入医院。由于病情严重，李海涛被安排在了遗忘病房的另一张病床上。这次林若云虽然感到一阵不安，但她深知自己作为护士必须履行职责，不能被无谓的恐惧所影响。她推开病房的门，看到李海涛已经躺在病床上，面色苍白，似乎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生气。他的眼睛紧闭，呼吸微弱，心电图上也显示着接近危险的波动。林若云走进病床，轻轻地检查了一下他的生命体征，发现他的脉搏跳动还算平稳，但呼吸却逐渐变得急促，这让他感到有些不安。他看了看病床四周，病房里依旧显得死气沉沉，那股阴冷的气息让他不禁打了个寒颤。他的目光不自觉地扫过病床的另一侧，心中不由得浮现出一个问题：这张病床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死亡的催化剂？护士突然间，李海涛的声音打破了寂静。林若云惊讶地抬起头，看到病床上的李海涛微微睁开了眼睛，眼神虚弱而空洞，他的眼睛没有焦点，似乎在盯着某个并不存在的地方。那种空洞的眼神让林若云不禁愣了一下，心中泛起一股不安的感觉。护士李海涛低声呼唤着：“你能听到吗？”林若云走近一些，俯身看着他。尽管他知道病人可能会因病情产生幻觉，但他还是感到一种莫名的紧张。你能看到吗？李海涛的眼睛慢慢聚焦在他的脸上，但他的表情依旧没有任何生气。看到什么？林若云下意识地问道，他的声音有些颤抖。那个女人，李海涛轻声说，她站在床边，眼睛黑得像深渊，她一直看着我不敢闭眼。林若云的心跳一阵加速，她知道病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产生幻觉，但李海涛的言语让她感到一阵冷汗从脊背渗出。她盯着病人的眼睛，试图从中看到一些理智的迹象，但李海涛的表情却依旧是那样的空洞和恐惧。你是说有人在床边吗？林若云压低声音询问道。李海涛没有回答，他的眼睛再次变得无神，仿佛失去了意识。林若云站在床边，心中涌起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。他感觉到病房的空气变得越来越压抑，仿佛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逼近。他的手紧握成拳，心中犹豫了片刻，最终还是决定离开病房。
去叫来医生进一步检查病情。回到护士站，林若云无法抑制心中的恐惧，向同事们打听起李海涛的病情。结果他得知李海涛并没有任何精神上的疾病，也没有做过任何心理上的检查，医生们都认为他只是在治疗过程中感到一些焦虑与不适，这些都是常见的症状。然而林若云心中的疑虑并未因此消除，反而愈加强烈。她回想起自己之前在病房里的所见所闻，尤其是李海涛提到的那个女人，那种话语中的恐惧感让她无法平静下来。女人，眼睛黑得像深渊。林若云一遍遍回想着病人说的话，那些字眼在她脑海里盘旋，令她的心跳加速。接下来的几个夜晚，林若云依然被分配到遗忘病房值班。每次走进病房，她都不禁感到一股强烈的压迫感。那张病床依旧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仿佛它是这座病房中唯一活着的东西。而每一次，林若云都会感到一股隐隐的目光，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存在在观察她。她开始觉得自己的理智逐渐被消耗。每当她走进病房，都会不自觉地想起李海涛说过的话。她开始时常感到头晕目眩，有时甚至听到耳边传来低沉的叹息声，仿佛有人在她身后轻声呼唤。每次回头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但那股冷意总是让她心生寒意。某一天深夜，林若云终于忍不住了，她决定再次去医院的档案室，查找有关这间病房的历史记录，想找出病房内所有患者死亡的详细资料。她希望通过了解病房的背景，能够平静下自己的心情，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然而，档案中记录的每一位在这张床上死去的病人，都有着相似的死亡原因：心脏骤停、呼吸衰竭、神秘消失。而最让他震惊的是，这些死去的病人几乎都在死亡前几小时声称看到了某个女人的身影。档案中没有进一步的解释，只有一行特别的备注：病床位于医院的阴影中，曾是医院创办人的私人病床。这行字像是晴天霹雳般击中了林若云的心，她无法理解这一切的关联性。为什么这些死去的病人都与病床的女鬼相关？那个女人是谁？为什么会出现在病床旁？她知道，她无法再忽视这些灵异的现象。医院的黑暗似乎无处不在，那些传闻和故事早已不再是单纯的迷信，而是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恐怖事件。林若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，每一夜的值班都成了她无法摆脱的噩梦。每次走进遗忘病房，她都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压迫感，仿佛某种无法见到的存在正在注视着她。而那张病床依旧静静地矗立在病房的角落，像一座无形的囚笼，吞噬着每一个经过的人。这天夜里，她再次值班，她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心平气和地巡视病房。每当经过那张病床时，她的脉搏都会加速跳动，耳边仿佛传来低沉的呼吸声。病房里的气氛异常凝重，灯光摇曳不定，床单上的褶皱似乎也变得更加明显，仿佛有人曾经躺在其中。她的每一步都变得异常沉重，呼吸也逐渐急促。这时，她听到背后传来一阵微弱的叹息声。林若云猛地回头，眼中充满了恐惧，但病房依旧空无一人。她的心跳再次加速，脚步不自觉地变得慌乱。她走到病床前，想要检查一下病人的情况，但病床上的李海涛却依然安静地躺着，面色苍白，呼吸微弱，就像他已经死去，依然未曾苏醒。然而，当他轻轻触碰到病人的手腕时，李海涛的身体突然抖了一下，猛然睁开眼睛。那一刻，林若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，她看着病人空洞的眼神，仿佛陷入了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洞。李海涛的声音异常沙哑，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感。他来了。林若云猛地后退一步，几乎跌倒在地，她的头脑一片空白，无法理解病人话中的意思。那一瞬间，病房里似乎响起了一声低沉的呻吟声，紧接着，病房的灯光一闪而灭，陷入了黑暗。在黑暗中，林若云的耳边传来了窸窣的声音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。她猛然睁开眼睛，想要寻找声音的来源，但什么也看不见。突然间，她感觉到一股冷气从身后袭来，仿佛有一只冰冷的手悄然靠近她的肩膀。她浑身一颤，转过身来，
眼中闪烁着一丝绝望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了一个模糊的身影，那是一位穿着白色病服的女人，站在病房的角落里。她的眼睛黑得像深渊一般，空洞无神，仿佛在死死地盯着林若云。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头发凌乱地披散在脸庞，脸色苍白如纸，透出一种不属于人类的气息。林若云的呼吸急促，几乎要窒息。她努力想要看清那张脸，但却只能看到模糊的轮廓。她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压迫感，几乎要被那种目光所吞噬。那女人没有开口，但她的眼神却像利刃一样刺入林若云的内心，让她无法自拔。你不该在这里。女人的声音突然响起，低沉沙哑，仿佛从地狱深处传来。林若云的心脏几乎跳到了嗓子眼，她想要喊叫，但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，无法发出声音。她转身就跑，拼命地冲向病房的门，却怎么也推不开那扇沉重的门。你不该活着。女人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越来越近。林若云终于奋力推开病房的门，冲进了外面的走廊。她的呼吸急促，头脑一片混乱。她跑到护士站，整个人几乎崩溃。她不敢回头看，只是疯狂地喘着气。她的眼前浮现出那个女人的模样，眼睛深不见底，像是将她的灵魂吞噬了。她的心中充满了恐惧，但她知道这一切不能再继续下去。她必须弄清楚病房和那张病床的真相，否则她无法再在这里待下去。于是林若云决定再次去档案室翻阅医院的历史记录。她不再仅仅满足于病人的资料，而是想要找到关于医院创办人和这张病床的更多线索。她知道只有找出这些秘密，才能揭开医院背后那层可怕的阴影。在档案室里，她发现了一个关于医院创办人的记录，里面提到了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往事。创办人曾经在这间医院中担任主治医生，而那张遗忘病床正是他自己亲自设计的。传闻中，创办人患有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，他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，利用一些可怕的手段，甚至进行过邪恶的实验。有人说，这张病床曾经接待过许多被实验过的病人，甚至有人声称，这些病人在床上死去后，灵魂并没有离开，而是被困在了床上。接下来的调查让林若云更加震惊，她发现医院的记录中曾经有几位病人在这张床上去世后，尸体神秘失踪，甚至连警察也无法找到任何线索。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，所有失踪的病人在临终前几乎都提到了一个相同的名字，那个女人，并且描述了一个极为相似的情景。一个眼睛黑得像深渊的女人站在床边，注视着他们，直到他们死亡。林若云的心中逐渐明白了这一切。那张病床并非普通的病床，而是一个禁锢灵魂的存在。那些曾在这张床上死亡的人，他们的灵魂并未离去，而是永远困在这张床上，成为无形的存在，注视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。而那位神秘的女人，或许就是创办人所召唤出来的恶灵，维持着这张病床的诅咒，将每一个踏入病房的人拖入黑暗。林若云感到自己已陷入无法逃脱的深渊，每次回想起那张床上的经历，她都无法平静下来。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也会成为下一个失踪的病人。她的夜晚变得愈加煎熬，噩梦频频来袭，病房里的异象越来越清晰，甚至白天她也能听到那个女人的低语。她开始觉得自己无法再承受这种精神上的压力，甚至开始思考逃离医院。然而她知道，如果她离开，那个女人和病床的诅咒将永远追随她，直到她无法逃脱为止。林若云意识到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面对这股恶灵，找出那个女人存在的根源，解除病床上的诅咒。可是这样做的代价将会是什么？林若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。那张病床仿佛是她生活中的噩梦，不管她如何逃避，黑暗中的那股力量始终围绕着她。每一夜的值班，每一次经过病房的时刻，她都无法平静下来。那女人的眼睛黑得像深渊一般，始终在她的记忆中挥之不去。每当她试图理性地分析这些现象时，总会被那股令人窒息的恐惧压倒。她发现自己再也无法面对病房里的病人，那种无法名状的焦虑感令她无法入眠。每次闭上眼睛，都会看到那张病床，
看到那女人的模样，仿佛她已经渗透到了林若云的整个世界。渐渐的，林若云开始感到一种奇怪的联系，她感觉到自己似乎与那张病床之间的诅咒有着某种无法割舍的联系。那些前来就诊的病人都是短暂的过客，而她仿佛已经被这张病床选中，成为下一个被困住的灵魂。某个深夜，她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，她不再像以前那样逃避，而是要彻底查明真相，解除病床上的诅咒，哪怕这意味着要面对那深不见底的恐怖。她回到了档案室，仔细研究医院的历史记录，尤其是创办人的过往。她发现在他的一些私人笔记中提到了一些极为诡异的实验，他曾秘密进行过一项非常可怕的医学实验，以死者的灵魂作为载体，为自己延续生命。医院的创办人并非如外界所知的伟大医生，而是一个堕落的巫医。他通过禁忌的仪式召唤死者的灵魂，用他们的躯体为自己提供再生的力量，而这张病床正是他进行这些恶行的关键所在。最让林若云震惊的是，在那些实验中，死者的灵魂并未被真正放走，反而被困在床上，成为医院创办人的私人守护灵。这些灵魂变成了诅咒的源头，永远徘徊在那张病床上，注视着每一个进入病房的人。当林若云翻到最后一页记录时，看到了一行令他心脏几乎停跳的文字。创办人去世时，他的灵魂也被困在了床上，病床上的灵魂将永远复生，只有通过血祭才能解除这场诅咒。这句话让林若云不寒而栗。医院的创办人已经死去，但他的灵魂依然被困在病床上，控制着这座医院的每一个角落。而那张病床成了所有恶灵的源头，任何在这儿死亡的人都会成为永远无法超生的幽灵，无法离开，永远守护着这张床。林若云感到一阵深深的绝望，这意味着所有在病床上死去的人，他们的灵魂不仅仅是未曾安息，而是成为了诅咒的力量，维系着创办人不死的恶行。而要想解除这一切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血祭，让恶灵重新获得解脱。然而，血祭的代价是极其惨烈的。林若云意识到，血祭不仅仅是献上鲜血，更是将生命的精华给予这座病床，让灵魂得到彻底的解脱，才能打破诅咒。决定做出血祭后，林若云的内心涌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。她知道，这个决定将直接决定她的生死。可是夜深人静时，她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摆脱那个女人的身影。那张病床似乎已经等候了她许久，仿佛一只巨大的恶魔在等待她的到来。那晚，林若云再次进入遗忘病房，病房中的灯光闪烁，空气冰冷，死亡的气息弥漫在每一个角落。她感觉到背后有一种无法名状的存在，那个女人的黑眼睛依然死死盯着她，仿佛等待着她的到来。她不敢回头，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回避。这一次，她下定决心面对这一切，准备实施血祭。尽管她知道自己可能永远也无法从这场夜梦中走出，她走到那张病床前，闭上眼睛，深吸一口气。她开始用手指划开自己的手腕，鲜血瞬间涌出。她将鲜血滴在病床上，心中默念着创办人的名字，试图唤醒那被困住的灵魂。然而，随着鲜血的流出，病床突然剧烈震动，病房里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沉重，仿佛有某种力量在吸取他的生命力。就在他的鲜血完全滴落在床单上时，病房的门猛然关上，灯光彻底熄灭，周围陷入了死一般的黑暗。突然间，林若云听到了一阵低沉的笑声，她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依然站在病床旁，而病房中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。她看到床上的病人李海涛猛地坐了起来，他的眼睛变得黑得像深渊一般，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。你做得很好，林若云。李海涛的声音并非他自己的，而是那种沙哑的声音，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。林若云的心跳瞬间停止，她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没有解除诅咒，反而被恶灵所操控。病床上的那些灵魂早已渗透到她的身上，而她的血祭竟然成为了她的最后一场牺牲。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。李海涛的笑声越来越诡异，其他病床上的病人纷纷睁开眼睛，
露出那黑洞一般的眼睛，逐渐站起身来。他知道他已经没有机会逃脱了。病房的灯光再次亮起，病床上的病人都已经死去，化作了那些恶灵的化身，而林若云成为了这些灵魂的一部分。他的身影逐渐变得模糊，最终消失在病房里，成为了永远的遗忘。